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又是一个重复修图，改图改了6次，不是客人在改，是我自己在改，因为我觉得怎么画都不太对，所以我翻案子翻了，应该有整整6遍吧。对，从下午4点钟翻到10点多，然后现在回到家，头脑很昏，有点想来一杯，但是算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放弃吧。好，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，我是设计师吉米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麻烦大家帮我动动手指，按个订阅，按个赞，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那记得影片如果跳出广告，拜托帮我多看个10秒钟。你们小小的动作却可以给吉米和小编有极大的鼓励，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在这边，吉米谢谢你们。OK， 今天我要聊的是一只我蛮有感情的一只手表。其实 Seiko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品牌，从我开始玩表开始，我就一直都陆陆续续的在买 Seiko， 所以我现在的 Seiko 大概也有30只左右吧。就是当然里面我有最早第1代版本的 Presage 的 Cocktail Time， 但是到去年我去了日本东京玩了一趟，我突然看到了一只，我觉得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。不对，那时候我还没有要做这个拍影片这个兴趣，但是anyway， 就是我那时候就买了这一只 Cocktail Time 鸡尾酒时间的这个计时表。OK， 那这一只就是 SSA 346，它是带有这个玫瑰金涂层，然后有非常招牌的这个鸡尾酒的放射条纹，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在 Big Camera， 就是那个涩谷，不是涩谷，那个很多那个玩具的那个叫做秋叶原，我去的那个他们最大的 Big Camera， 那时候我想去找一个耳机 ，OK， 然后后来我就逛到最顶楼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又撇掉了这个，很讨厌，我的眼睛很喜欢乱撇。每次撇了我就要伤害我的信用卡。OK， 总之呢，我挑到了这一只，就是我看到了这一只 SSA 346。那时候日本的这个店员是跟我讲，国际版好像配的是不一样的表带，但是这个他们日本有一块是配这一种很特殊的，类似像是蜥蜴皮的这个表带。那我觉得也蛮搭配整个的质感的，所以我就沦陷了。OK， 那今天我会带大家从这个时间的脉络、设计、机型结构、市场价格、适合人群，同样的完整来剖析这一只手表。Presage 这个系列其实是在2016年才开始正式推往国际，那它的目标就是把日本的机械工艺推到全世界。Presage 的定位在 Seiko 里面，它属于中阶款，属于一个日常可以戴的正装表。那价格走的是一个比较亲民。早期在日本国内最有名的一支就是 SARB 065的这个鸡尾酒，因为表盘的设计是来自于鸡尾酒杯的那个光影折射，所以受到很多表迷的赞赏跟追捧，以至于后来 Seiko 把整个这个人气款式发展成一整个系列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Presage Cocktail Time 的家族。SSA 属于 Cocktail Time 中比较进阶的款式，它跟 SRPB 3针系列比的话，它是更为的复杂。它多了这个12点到4点的动力储存，然后日期的这个复盘。那这只表其中就具备了玫瑰金的涂层，然后搭配粉金色调的这个面盘，我觉得它很华丽也很沉稳。OK， 那因为2017年这个系列一出，马上就受到全世界表迷的这个追捧。他把原本只有日本限定的鸡尾酒时间带到了更大的舞台，而今天这只表定价大概在$500上下，但是却拥有了非常高、非常好的细节以及实用的功能。我觉得这只表最吸引我的地方，毫无疑问是它的表盘。
在这种放射状的这个刻纹底下，不同光线下会呈现出如同鸡尾酒杯的这种折射的光影效果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为这个 cocktail time。OK， 那立体切割的这个金属石标，它有点像是弓箭的那个箭头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特色。那6点钟的日期复盘不是用传统的数字一格一格的，而是类似小秒针的复盘的方式，让整个表盘的层次更好。再加上动力储存的这个显示，我觉得功能跟设计感真的是完美的融合。在这边我大概讲一下 ，anyway， 就是那天就是去逛秋叶原。其实我陪太太还有小孩去日本玩，也不是1-2次，反正每一次我去日本就只有2个地方我会跑，一个是中野的百老汇，我去看表或买表或卖表，那另外一个就是秋叶原。OK， 那去秋叶原当然就是看我喜欢的一些模型啊，你们看到我每次拍影片我都会放一些我的小收藏。那其实本人也是一个品牌叫做 Hot Toys 的资深玩家，我从这个台湾还没有正式代理商的 Hot Toys 之前，我就开始在香港买水货的 Hot Toys， 所以我收藏 Hot Toys 已经超过应该有15年了吧，17、18年了。那也花了好几百万在那些玩具上面。我希望可能之后可以开一个全新的专题，是专门介绍从07、08年的 Hot Toys 一路介绍到现在的技术，让你们看看整个品牌，我花了几百万，他们是怎么进步的，又是怎么收割我们这些粉丝的韭菜的。OK， 讲回来，我当时经过柜台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请店员拿出来试戴。那戴在手上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它的光影变化，就像是酒吧里调酒师在摇酒杯的那种氛围，非常的迷人。那虽然它的厚度是14.5，可是这个厚度是包含了穹顶式的这个玻璃表壳。那其实这样的玻璃表壳可以让表镜有放大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存在感，身为设计师的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立体的雕塑感，让它更像是一个可以穿搭的一个设计作品。这只手表搭载的机芯是 4R57 的自动上联机芯，那正频为3赫兹，那动力储存大概是41小时，那并且它支援停秒以及手上链的功能。那内部运用了这个 Seiko 很代表性的 Trimatic 的技术组合，那包含了这个抗震装置，然后还有高效能的这个上链机制，以及 Sprout 的合金来确保它的稳定性跟耐用度。的确没有错，在1万多块的 Seiko 里面，我觉得这颗机芯的摆脱算是做的还蛮美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 ，Yeah，我也会放影片，你们也可以看影片。OK，早期的 SAR-B065用的是 6R15， 那相比现在降阶到了 4R， 虽然说动力储存各方面都变差了一点，但是在成本它可以控制的更好。那对于一只只要15000台币的正装表来说，我觉得这样的配置是很合理的。我也可以清楚看到机芯的运作，也是一种对机械工艺的一个欣赏跟致敬。抱歉。再来就是市场跟价格。SSA 的系列它的定位非常的亲民，那根据不同的市场，那这支 SSA-346 它的售价大概就落在475到525美元之间，像是在澳洲的市场，它的定价大概就是11000澳币。那对比它的设计细节、面盘的工艺以及动力储存的显示，我觉得同价位代理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存在。那如果你预算有限，但是又想要一支有颜值、又有功能、又有品牌历史的一个正装表，我非常推荐 SSA 的346。好像还有一支是345吧，还是347，那它就是全钢的，那看起来是更为朴素，正装感更好。那不过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玫瑰金的东西，所以SSA-346 它本质上就是一只正装表。那因为玫瑰金的涂层以及它特殊表盘的这一些氛围，它不会让这个表看起来过度的这个严肃，反而有一种很时尚、很生活化的感觉。它就好比是适合出席正装或半正式场合，上班族、设计师、创意工作者，甚至一个简单平时的聚会餐叙，
都可以搭配衬衫。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讲啊，这只表它真的不是一个很薄的正装表，因为我们以往知道的正装表，像是杰杰的 Coat 啊，或者是这个宝珀啊，其实 Blancpain 其实他们都做的比较纤薄，或者是 Cartier 的 Tank， 他们其实都做的真的是比较薄，不会做到这么厚。那其实这个厚度我也不会觉得不好，就是说它也让我有一种安心感的存在，就像是一个有重量的一个设计作品。那戴它的心情呢，我觉得让我的心是更加的精致的。那这也是跟我戴一般的正装3针表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所以总结来说 Seiko Presage Cocktail Time SSA-346，我觉得它是兼具华丽的外观、实用的功能的一个正装机械表，拥有了这个玫瑰金的涂层、放射的雕刻面盘、动力的储存跟日期的复盘，我觉得在$500的这个价格带非常的超值。那虽然它的厚度偏厚，但是换来的是一个更好的存在感跟立体感。那对我而言啊，它就像是黄昏时分的一杯我很爱喝的那个酒叫什么？那个调酒 Old Fashion 的威士忌。对，我喜欢那一种有一点柑橘类的香味，配上一点甜甜的砂糖，然后让浓烈的威士忌更顺口的那种经典的口感。我觉得这只表就像那种感觉，华丽而且沉稳。我觉得这支 SSA-346 绝对值得你们去试看看。我相信你们在那个灯光跟看到面盘的情况下，你们也会一样去理解到我在讲的是什么。这真的是一只好表，我不得不说，我现在拿在手上，我觉得它真的好美。OK， 所以影片的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精彩的手表的分享。那最后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手表，吉米总归一句话，它没有办法留住时间。我们可以确定唯一一件事情，就是每分每秒的过去，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。我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健康，玩得开心。那戴在手上的手表是让我们学习去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很正面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。OK， 我是吉米。OK，Jimmy 其实是我小时候在美国，我妈妈给我取的一个小朋友的名字，后来我长大被叫做 James。OK， 但是因为我怀念我的妈妈，所以我还是希望被叫做 Jimmy。但是因为叫 Jimmy 实在是太无聊了，而且很有那种亚洲人吉米的那种 stereotype，so 我就改成了公鸡的鸡，吃米的米。我是蛋兽人设计师吉米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